那一年，在盘山峡谷爆发了一场名留青史的江湖大战。霍恩蒂一家被一批杀手逼进了绝境，生死在于一线，霍家面临灭门之灾。老爹，元甲，爹，第一关过了，可惜不得不杀人。我不希望杀人，可不杀就无法取得安宁的时候，就要杀。大把脸，我劝你快把农公子放了。农进孙就在这里边，有种你就来呀！金孙，
半年前，在这个乡村里过着平凡生活的霍元甲，只是个被父亲逼着追求功名的乡村青年。那时候，他不会武功，也不知道父亲的真面目，而且他就要结婚了。他更没想到的是，他的命运就从结婚这一天开始改变了。阿婆，看着路啊！芷兰配不配，轮得到你来说话吗？我让你说话，别装哑巴。不是我不想娶芷兰，是我配不上她。我没说她配不上我，我一事无成，我怎么娶她？配不配要由我来说。你是我养大的，芷兰也是我养大的，你们两个的脾气我都清楚，你们本来就是天生一对儿。你这个小子，如果你觉得配不上人家姑娘，你就争气一点儿。婚宴以后，赶紧准备科举，考个状元回来，让芷兰跟着你好好享福。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。那你以为你是什么料？你大哥他学武种地，一身武艺，还可以保护邻里，每一个人说起他都竖起大拇指。你弟弟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一把算盘打得很精明，家里家外都是他操持起来的，是个好生意人。你呢？从小就培养你读书，吃的用的有少过你吗？家里家外有累过你吗？结果还培养了你这个废物出来，考3年状元都考不上。那我不是考了个举人吗？考科举是为了要考状元，考不得状元，考科举有什么用？给你找了门亲事，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敢娶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哪点像我霍文帝的儿子？爹，我不想读书了。良辰吉时，稳稳当当的把芷兰娶过来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哎，画好了啊！哎，帮我看一下照片啊！哎，好了，子盛长，你说，你娶不娶芷兰？你要是不娶芷兰，我这干女儿不愁嫁不出去，我可以嫁给你弟弟，听到了吗？爹，我听你的。你早说这话，爹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芷兰呐，是个好姑娘，你要是敢惹她生气，我就不要你这个儿子，听到了吗？爹。新郎官，你好自在呀！好了，大功告成。怎么样，我的新娘子？我梳的新娘头还不错吧？今天你将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子。不许哭，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哭哭啼啼的不吉利。小姐，您别闹了好吗？饶了腊梅吧。怎么了？你要反悔啊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小姐啊？不想嫁就算了，我别回去！哎呀，腊梅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我的心思从来都没有瞒过你。那个霍元甲，他就是个大脓包，霍家人里面属他最不争气，我才不要嫁给他呢。可是这是爹的意思，
我不能明着反抗，让他老人家不顺心，所以这个花轿只能你替我上。腊梅，你想啊，霍家人那么好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。到时候你要是想嫁，那你就安安心心的做霍家的二少奶奶。小姐我会在远方祝福你的。你要是不想嫁，爹他也肯定不会勉强你，自然会放你走。可是这个花轿要是我上了，那就一点转换的余地都没有了。你是何人？有人要我给你点教训。为什么？你还不知道为什么？我们霍家和你有什么仇啊？出手吧，拿出你的功夫来。什么功夫？霍家的功夫。我们霍家都是本分人家，哪有什么功夫？霍家没有功夫，说出来会让江湖人笑掉大牙。起来呀！好小子，还算有点骨气。看走！好小子，你这叫什么功夫？霍家功夫。这是狗爬，哪来的功夫？你这是乱来！你就当行行好，救我这一次吧，我一辈子都感激你。腊梅，拜托了，腊梅。哎呀，小姐，那霍家二少爷人挺好的，您干嘛不舒舒服服的做你的二少奶奶啊？二少奶奶，他们就是给我金山银山，我也不稀罕。我王芷兰从小就发过誓，这辈子非英雄不嫁。你看霍元甲那个白面书生的样子，一点英雄气魄都没有，连爹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。反正我不管，这个花轿要不你替我上，要不我就找啊，小姐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我嫁。腊梅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你舍不得我死的，对吧？小子，我看见是真的不会功夫，你们霍家要败了，霍帝的命也就没了。你到底是何人？今天是你的新婚大喜，我再给你添点彩。呀！
老爹，你慌了？有点儿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他们早晚都会来的，记得我还说了什么？能让就让，能躲就躲。就让他们来吧。可是他们出手太狠了，冤家新婚，他们就出手这么狠，这是打您的脸啊！这有什么？不要怕，总比死人强。爹，要稳住。起轿了！起轿了！腊梅，到了霍家，记得帮我把这封信交给爹，就说女儿不孝，要独自去闯荡江湖了，让他老人家多保重。小姐，腊梅舍不得你，你要走了，腊梅想你怎么办？少奶奶，今天这身衣服特别适合你。我走了。小姐，好好享受你的好日子吧，不用太感激我。咱们有缘，江湖再见。哪家的野鬼，死也不找个地方。阿福，少爷，到官府报官。好，哎，等会儿，大家别动。展鹏，你去报官。哎，好的，少爷。哎呦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别理他了。不用管他，我们绕路走。起轿。没事。
老弟，我把你的女儿养大了。今天是芷兰和袁家的大喜日子。我3个儿子，袁家虽然笨拙，但是秉性纯良，有担当，乱世之下出英雄。我把他们2个配成一对儿，就是要他们多福多寿，平平安安。那你我也就放心了。老爹，进来。老爹，怎么了？迎亲路上遇见一具尸体，挂在村口大树上。报官了吗？报了，迎亲队伍按原路往回走，我先回来通知爹一声。我心里有数，去告诉大家，一切照旧，不必太在意。是。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出来，但是事不由己呀。桌上的是什么？刀！干什么用的？杀人！防身！你们也知道，有人会来闹事，来闹我弟弟的婚礼。不许有人偷偷入家！今天用到你们了。吉时已到，婚礼开始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芷兰，你想什么呢？快拜呀！拜了你们就是夫妻了，快拜呀！芷兰，拜呀！快点！快拜呀！快点，小姐，快拜呀！芷兰，是啊，想什么呢？快拜呀！是。拜了！送入洞房！送入洞房喽！入洞房！入洞房喽！走，入洞房！入洞房！
心了吗？放心啦。来，喝酒，各位喝酒。陈公子，请。来，换一个，干。少爷已经曝光了，放心吧。喝，来喝酒啊！芷兰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了，把盖头掀起来吧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你并不想真心嫁给我。芷兰，百善孝为先，既然是父亲的意思，你我都只能听从。我知道你打小就喜欢听说书人讲江湖奇闻，喜欢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的盖世英雄。偏偏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但是请你相信我。我可以为你努力啊！只要你肯给我机会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再不说话，我就把你盖头掀起来了啊！腊梅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！老爷，老爷。啊！爹，原谅女儿不孝，二哥不是女儿理想的人选，女儿不愿意这样托付终生。女儿给二哥物色了一位好妻子，相信二哥不会薄待她的。而今日开始，我要去闯荡江湖，做一个侠者，锄强扶弱，继承我王家的名号。还望爹能够谅解，不孝女芷兰留字。小二，哎，来壶茶。好嘞。你看，不错呀！啊，这小娘子真就是啊！你慢用啊！干什么去啊？去哪儿啊？啊，你让他去，我就问。就是快去呀！去呀！去，赶紧的！喝着。小娘子去哪儿啊？需不需要哥几个帮助一下啊？哟。小娘子，哎呀！好功夫！你是什么人？等你的人。我不认识你们。我认识你。啊！你是王大刀的女儿，你父亲10年前就死了，你跟着霍恩弟长大，霍恩弟把你许配给了他的二儿子霍元甲，就在今天是你的新婚大喜，可是你却逃婚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就做一件事，杀掉你。你们为什么要杀我？
说了你也不明白，还是死得干净点好。想要了解原委，到那边问你爹吧。各位，今天我们霍家办喜事，谢谢各位赏脸来临。但是今天心腹有点身体不适，不能出来敬酒，希望大家能理解理解。理解，没事儿，我们大伙儿自己喝。来，喝喜酒啊！哎，多喝点啊！来，喝，多喝点啊！一边干什么呀？让开！大人，让开！刘大人，家里办喜事呢，要不您这边坐？让开！这里好热闹。都给我让开啊！抬起来！都给我听好了，这里发生了命案，不想惹是非的，赶紧的给我离开！都别走啊！都别走啊！大人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个。今天是我儿子的大喜日子，不知道几位……刘捕快，今天是我二子袁甲的大喜日子，我们霍家是开门迎客，不知道刘捕快有何贵干？原来今天是霍家二爷的大喜之日啊！但是不凑巧，你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也耽误不得。在下奉了县令老爷的意思，将这具尸体抬到你们霍家，好让霍师傅亲自瞧一瞧才是。这不是迎亲的时候树上挂的尸体吗？刚才接到报案，说有人自杀，我就接了此案。经我一调查，哪里是自杀那么简单？这分明是被人逼死的，而逼死他的人，就是这位霍恩弟，霍师傅。刘捕快，你我有什么恩怨，你我解决，你别牵连我家人。你这话也太小家子气了。我只是公事公办，大家看看，这个人死状恐怖，怨气冲天。这样的怨气不除，死后化作厉鬼，必定会生生世世的留在村子里，骚扰乡邻，不得安宁。小南河村历来都很太平，可今天他不太平了，所以我作为静海县的捕快，怎能坐视不理呢？别冲动！今天他霍恩弟做了什么不仁不义的事情，就必须接受大清王法的制裁。刘捕快，这个人我真的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以死相逼。希望衙门给我一个公断。公断，是吗？好，所谓血债血偿，我们要为死人讨回公道。来人，把霍恩弟押到县衙走一趟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呀，你们觉得霍家人多势众，还想拒捕啊？刘捕快，这什么意思？今天霍家办喜事，你非要来哭丧，安的什么心？你是替死人讨公道，还是替活人当狗叫？原来是农少爷，我知道您是乡绅公子，地位尊贵。怎么，难不成你想向小的我施压，让我胡乱断理此案不成？早上还是条丧家犬，怎么牙磨尖了，会咬人了是吗？少爷，农少爷，我就挑今天，挑霍家办喜事的时候。骑在你们头上拉屎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对少爷，他今天是有备而来，你这样做只会更加麻烦。都说霍家二少爷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现在看来，软弱也有软弱的好嘛。农公子，学着点儿，在座的谁还有异议？就是犯人的同伙，一并给我抓回去！你这个混蛋！袁甲，老弟，看起来我们躲不过去了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要灭我们霍家，连官府也被他们利用了。我和他们去，
你守在家里，我估计今天晚上他们就会对我们下黑手。老爹，也许我们打不过他们。坚持3天，3天之内会有人来救我们。什么人？一个光头人，他一定会来。走吧，还是儿子和你一起去啊？我是一家之主，有什么事情我毅然承担，请吧。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伺候他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们干什么？少爷，元甲，元甲，什么你们？爹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听你哥的，看好院子，别出乱子。元甲，来，冷静，霍少爷，冷静，元甲，霍少爷，老人，老爹，老爹，爹，老爹，老爷，爹，霍少爷，元甲，别冲动。果然是美酒啊，只怕你们没有时间享受了吧？别冲动，别冲动。老爷，押回大牢，走。老爹，老爹，爹，老爷，老爹，爹，老爹，爹，老爷，老爹，爹，给我跪下！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老爹遇到危险了。这个刘捕快确实有预谋的。他们会不会在半路上对老爹下手？很有可能。元清，你是长子，老爹不在，你要做主。我要去救父亲。元甲，回来！你去干什么？我要去救爹呀！你去有用吗？能打得过他们吗？我拼死要去救爹，这祸是我惹的。那个姓刘的不是一般人，半路上还会有别的高手对爹不利的。高手？你说的是江湖高手？咱们家跟江湖高手有什么关系啊？元甲，元栋，这次我们家要面临灭顶之灾了。灭顶之灾？这次我们家要面临灭顶之灾了。灭顶之灾？元清，你不要吓人。江湖上的血雨腥风要临到我们头上了。大哥，你不要吓人了，咱们都是平民百姓，老爹又那么善良，我们怎么可能和江湖扯在一块儿呢？大哥，爹是不是告诉你什么了？一句半句的说不清楚。现在要紧的是老爹的安全，我现在追过去想办法保护老爹，你们俩保护全家人。今天连夜转移到农季孙家，悄悄的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这3天不要回来，也不要露面。3天后会有一个光头来找你们。大哥，真的会有如此严重？有可能，是老爹和我说的。我现在马上走，你们俩也赶紧收拾收拾，保护大家去农季孙家。你要小心呐。知道了，放心。大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留下，帮袁家。元清啊，让元栋和你一起去吧。趁天还没黑，家里我来帮袁甲就行了。放心吧，家里还有那么些家丁呢。好，我们走。疑犯霍恩蒂要逃跑，就地处决。刘捕快，敢问你是谁的人？我谁的人也不是，我是大秦的捕快。你为什么要帮着他们杀我？为了钱。
我们兄弟们都缺钱。你放了我，我会给你更多的钱。可是我们太熟悉了，你要向官府指认我们大家都会没命。没办法，低下你的头，让我们做得痛快点吧。上！都要死的人了，还害什么羞啊？看来真的出事了，老爹会不会被他们给害了？老爹，老爹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小南河村霍家的人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俩人带走！大人，大人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大人，走！大人，你听我解释！大人，人赃俱获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等着受惩罚吧！你是王大刀的女儿，又是霍恩帝的儿子霍元甲的媳妇儿，今天我就要睡了你，要他们整个霍家蒙羞受辱，门面扫地！
你太小看我了，我是霍家的女儿，比亲女儿还亲。小姑娘，在江湖上混，你还嫩了点儿，你忘了我大把脸还在你后面。大哥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！以后有你学的，记住，在江湖上混，靠的是脑子。啊、是大哥，进去。衙役兄弟，请你禀告县令大人，我们俩是记挂父亲送走家里的亲朋好友之后才出发的。到了山谷里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们也担心刘捕快，那地上有血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，甚至有生命危险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不是我们兄弟能做得了主的，还是请县令大人看看是什么情况吧。哎，走。哎呀！冤家，快，里边请。霍少爷，伯母，来，请。来，快点，来。院长。冤家，我说的果然没错，这次会发生大事，搞不好会让江湖风云再起。我们家跟江湖有什么关系啊？说不定你父亲是江湖高手呢，只是隐居在民间。这次江湖人士杀上门来，你父亲不得不出手啊。我父亲平时为人平和，从来不跟人结仇，而且他饱读诗书，是个落魄的书生。他一直希望我考状元，就是为了挽回他的面子，光宗耀祖。那你说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情啊，这些理由无法解释啊。我爹被抓了起来，哥哥弟弟不知去向。我对这件事也不知该怎么办，我只希望这是个误会。要不我到你家去看看，你家的2位兄弟回来没有？千万别去！我哥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今天晚上霍家人得全部离开，否则会有灭顶之灾。小的担心的是，2位少爷已经去了这么久，照理说应该早就回来了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，会不会是他们回到了霍家大院，遇上了什么麻烦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身边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啊！就是。哎，这样，你们别动，我去看看。金孙，先不要去，我怕会有危险。没事儿，我呢又不是霍家人，没关系的。少爷，这黑咕隆咚的，谁知道你是不是霍家人啊？我觉得呀，应该有个霍家人和咱们一起去，轻车熟路嘛，悄悄的进去，再悄悄的出来。就你小子啊，鬼点子多。嘿，少爷，我不光是要保护你的安全，我也不希望霍少爷出什么事嘛。少爷，我走的时候是我锁的后门，你看，还是原封没动。看样子还没有人来过啊。阿福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哎，好，走。哎，你在外面等着，万一有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。我就喜欢冒险，你让我进去吧。这不是冒险，这是正事。敌人在暗处，万一有什么事，也得有个接应。行了，你在这守着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扔个石头进来，我们就赶紧走。行，那冤家，你们小心点啊。放心吧。阿福，你也小心点。没事没事，小心点啊！小心点啊！慢点。
一模一样，没什么变化，不像有危险的样子。不要掉以轻心。啊，走。谁呀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那好像是个人，好像是。他怎么一动不动啊？什么人？阿飞，你别去，有危险。好像是个女的。我看见了，确实是个女的。有人把她放在这里，估计是个阴谋。咱们别过去，赶紧走。我就说别来吧，你偏要来，不听我爹的话。我们快走吧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能不负责任的就走了。你看看地上是什么人？少爷，这肯定是个阴谋，我们快走吧！你要是走了，可就会遗憾终生的。他是谁？他怎么了？你自己过去看看。别上当！
霍元甲，你不是霍恩帝的儿子吗？有种你爬起来！少爷，不要再过去了，危险！少爷，快跑吧，别管他了！少爷！那个人一定很重要。少爷，我来了！芷兰，芷兰，芷兰，芷兰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咱们家仓库啊！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人啊？俺见超人不是好汉！阿福，快走！嫂夫人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什么？人都死了？是大人，昨天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就看见霍家2个儿子在尸体附近，而刘捕快还有疑犯霍恩帝早已不见踪影。这地上还有打斗的痕迹，还有血。这看情况，那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你给我说清楚，是我们的人有生命危险，还是他霍恩帝有生命危险？大人，我估计有一种可能。说。据说霍恩帝曾经是江湖人物，而最近小南河村一带出现许多不明身份的人，也许是江湖风云再起呢。大人，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据我估计，霍恩帝被我们抓起来以后，他的江湖兄弟们半路劫走了他，并且和刘捕快还有咱们的衙役兄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。最后，霍恩帝和他的江湖兄弟们把刘捕快和咱们的衙役兄弟们给杀了。完全有这种可能。淡定，先把霍家兄弟收押。是，明天就贴出告示，捉拿霍恩帝。其他的，等本官过后再审。大人，我知道，刘捕快现在不在，你就兼任捕快。是。这事奇怪了，刘捕快为什么要抓霍恩帝呢？大人，您不知道吗？本官确实不知啊。他没有我的手令，怎么敢去抓霍恩帝呢？据说是一桩命案，霍恩帝逼人上吊致死的。有这样的事情？那即便是这样，他不向我禀告就去抓人，有可能是事情紧急吧，大人。不管怎么说，霍恩帝都是犯了王法的。言之有理。犯了朝廷，犯了官府，那就是犯了天条，罪有应得，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你应该不陌生。今天我们还在你的洞房里见过，如果不是我，
你们这对新婚夫妇如何能在这里团聚？作为霍恩帝的儿子，你确实是个窝囊废。你们究竟要干什么？我们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让你们霍家威风扫地，让你们霍家人觉得没有脸面，在这个世上活下去，自绝生路。第二，如果你们霍家人没有勇气自己了断，我们就帮你们一个一个的用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你们。我们霍家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这不是仇不仇的问题，这是江湖上的规矩。落轿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过去看看。是。没事儿，应该不是什么危险东西。打开看看。展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，我被打晕了。我怎么在咱们家门口啊？那个麻袋里，想必是进孙喽。我不知道啊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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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孙。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爹。见过农老爷。农老爷，您回来了。嫂夫人，还有元清的少夫人来了。霍先生呢？他没有过来吗？家里出了点事，今天借住到你家来了。好。哎呦，霍大娘。龙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嫂夫人，这边坐。好。来，跟我揉揉。好。嫂夫人，我出去这2天，家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展鹏，你告诉我。老爷，当时我被打晕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晕倒之前呢？你在哪里？在做什么？爹，闭嘴！我要展鹏说。展鹏，你如果嘴里有半句假话，我就……是老爷，我知道了。我和少爷，我们……农老爷，是这么回事。农公子和霍元甲天黑时到我家去了，想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农公子啊，你这样回来了，那元甲呢？元甲怎么样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快说。霍元甲，新婚之夜，你是第一个祭刀的人，受死吧！你们不要过来，我会功夫。你会霍家功夫？对，霍家功夫。好，我就要找霍家功夫练练拳脚。来呀，来呀！少爷，阿福被你击中的时候到了，你记住，给阿福一口好棺材就行了。哎，我不活了！阿福！霍家功夫，这哪是霍家功夫？来，去你的！你会霍家功夫？来！阿福！阿福！这就是霍家功夫，见识了！你们为什么这样逼我们？我们霍家只是诗书耕读的平民百姓，哪会有什么功夫啊？你们霍家藏不住了，诗书耕读的平民百姓，你骗不下去了。还有你这个小媳妇儿，我们已经领教过她的厉害了。出手吧，霍元甲！让我看看你的霍家迷踪拳练到什么火候了。霍家迷踪拳，别装糊涂了，出手吧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窝囊！
你们欺人太甚！大家不要急，问题比较复杂。你们霍家20年前搬到小南河村，我就觉得不是一般人。霍先生不说，我也不能问。现在看起来，被我猜中了。你说这些来我霍家闹事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我跟霍恩弟近20年的交情，我敢担保，他不是坏人。爹，袁家现在肯定很危险，我们怎么救他？就我们这些人是救不了他的。我们也不知道在霍家大院里的都是什么人。夫人，少爷会有危险吧？要不我们报官吧？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们赶快去到县里报官。我带2个仆人去村子里找里长，只好让村子里的团丁们出面了。长毛，备马。是，少爷。爹，走了。怎么办呢？腊梅，这个时候你哭什么？袁家，少爷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？你真替他操起心来了。娘，这孩子有心呐。她是袁家用轿子抬回家里的新娘子，这将来还真难办。你们霍家人真有本事啊！娶个媳妇儿，让媳妇儿来卖命，你活着还是个男人吗？咦，霍元甲，他们霍家男人都是窝囊废呀！小子，出手啊！我没有理由打你，你也没有理由打我。打你不需要理由。住手！你们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人，算什么好汉？嫁给那个窝囊废干嘛？嫁给我多好啊！士可杀，不可辱！呀！
嫂子，你怎么了？少爷！来，兄弟们，来，喝！我陈龙够不够意思？大哥，从今以后我们哥儿几个就跟着你了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像当年的梁山好汉一样，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对，兄弟们，奶奶的，来的正好，老子要用他们的血祭我们的龙门大旗。听这敲门声不像，我去看看。你们先到里面去。好，走。没有我的信号，不许出来。好，是。怎么是你呀？我可以进去吗？你这样身份的人，到我们穷苦百姓家来干什么？我们进去说。你随便坐啊，我这儿可没有好茶好水招待你。你正在喝酒，喝酒的朋友呢？你管我跟谁喝酒啊？你大半夜的来找我，什么事儿？陈龙，你不要那么凶。你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经常到你家里来。是，我爹生前向你借过3斗小麦。不是借，是我送给你父亲做种子的。我们是朋友。穷人和富人之间怎么可能成为朋友呢？我们家从来就觉得欠你们的。多心了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借你父亲的面子，请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拿进来。弟兄们，尽量的吃啊，好好的享受啊。真香，我早就饿了。在霍家就是好，仓房里有几大顿的粮食，几辈子都吃不完。圈里有羊有猪，够我们大吃大喝几天的。享福，好好的享福。少爷，你说这叫怎么回事？大喜的日子大灾大难的，我就知道碰见死人准没有好事。少爷，你可一定要挺住，老爷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。你要再有个3长2短的，阿福可怎么是好啊？阿福，我没大碍，我只是担心我爹半路上会不会有什么不测。那少爷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大哥和三弟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只怕路上会有变故。大哥，我吃完了，我们再好好玩玩他们。霍家人不可小瞧，你看，他们潜伏在小南河村10几年，把自己保护的不露一点风声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。还有这个霍元甲，你和他交过2次手，他竟然没有露出一点会功夫的蛛丝马迹，可见不是一般的高手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这吃饱喝足了，我得好好折磨折磨他们。我就不相信这个霍元甲不出手，只要他一出手，我们就杀了他。你说呢，大哥？好，我们就好好陪他们玩玩。对，玩玩。霍元甲，这就是江湖，不是你爹让你考状元能学到的本事。我不明白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到底和我们霍家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？他们是谁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头命才是最重要的。让你受苦了。我喜欢这样。
挺下血本啊！你要我干什么？帮我救个人。我不帮。你们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值得我去帮着救？我想来想去，这件事只有你来办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帮你呢？乡里乡亲的，你会帮这个忙的，只有你手里这几个兄弟可以担当得起。我不会帮你的，我知道，肯定是你们这些有钱人在外面又做了什么丧良心的事儿，招来了灭门惨案，现在害怕了，对不对？我农学儒今天的家业，靠的是祖上传下来的一门手艺，我干的全是救死扶伤的善事。哎呀，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！来，把你的东西都拿走。你这忙我帮不上。陈龙也不是见钱眼开的人。走。你难道真的看着小南河村血流成河，充耳不闻吗？我充耳不闻？你当我真不知道你是来干嘛的？你去问问你老霍家，我前几天我就跟他说过了，我说你们家嘚瑟吧，要出大事了，他不听啊，他把我陈龙说的话根本不放在眼里啊！现在出事了，想起我陈龙来了，没门儿！你告诉他们，听天由命去吧。走，滚！大哥，这件事咱免谈。